大家好，我叫韦东义。我是北京大学数学系10级本科生，14级研究生，反正现在是老师，现在是北大老师。您为什么会学数学系这个专业呢？我就是对数学比较感兴趣，也是通过数学竞赛保送。那您参加是什么数学比赛？我参加过高中数学联赛，是山东省第1名，然后得了是数学奥林匹克金牌，最后保送北大。韦东义这个名字近些年在中国互联网上可谓家喻户晓，被称为韦神。他不仅因为数学天赋而闻名，更因为他极具反常识的外表、朴素的生活方式和超凡脱俗的性格，被网友戏称为北大封神、数学天才、现实版的高数仙人。但同样，网上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来质疑韦东义，质疑他和真正大师的差距，甚至有人说他是伪神，伪装的伪啊。最常见的比较就是把他和同样是华人的现在全球领军的数学家陶哲轩来进行比较。对，我也看见网上很多人说哈，就是之前呢，大家都觉得韦神超级牛，但是这2年呢，越来越多的人说，其实韦神吧，就是没有那么牛，就有点像是普通人当中的天才，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但他呢，如果跟天才们比较的话，他又是天才中的普通人。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作为一个纯正的理科生，我想我还是能够客观理性的分析一下韦东义韦神。今天我就来聊聊韦东义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他与世界顶级数学家陶哲轩差距在哪里，他的智商水平又如何评价。首先，我们回顾一下韦东义的数学成长历程。韦东义1991年出生于山东，他从小就展现出了一定的数学天赋，惊人的天赋在中学时代就开始显露了。他曾经连续2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比赛，拿下2枚金牌，而且都是满分，这一点就非常罕见。要知道，国际奥数这个难度极高，每年都有全球最聪明的年轻人参与其中，能拿金牌已经属于顶级了，能满分那就是凤毛麟角。这个成绩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说明韦东义在17岁左右，解题技巧、逻辑思维、数学直觉等方面已经站在了全球少年数学天才的金字塔顶端。他的数学能力不只体现在答题速度和技巧上，更体现在他对复杂问题的这种感知能力。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就说有时候一道题啊，看几秒钟就知道怎么做。他并不是盲目的背那些公式啊、套模板，他是真正的能够解构问题的结构，看到问题背后这个本质的逻辑。这种能力正是数学天赋的一个集中体现。2010年，韦东义就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的数学科学院，这是中国数学教育的最高殿堂之一。在北大期间，他师从田刚院士。田刚是中国几何学领域的领军人物。2014年本科毕业之后，韦东义选择了继续深造，并在201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就留校任教，成为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的助理教授。早年间进入大学的时候，韦东义选择的是偏微分方程和调和分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2个方向在当代数学中都属于高阶分支，难度很大。尤其是偏微分方程广泛应用于物理工程、图像处理等等领域，但它本身呢又极为的抽象，解法非常复杂技术门槛是很高的。那调和分析呢，就是现代分析数学中的一个核心领域，和傅立叶分析负分析、泛函分析等等紧密相关，是许多高阶数学理论的基础工具。在这个领域里，韦东义确实发表了一些论文，并且在北大担任教师，他的教学任务也挺繁重，参与了指导研究生。他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整体上看起来是比较扎实，逻辑也比较清楚，技术熟练，证明也是比较细致的，没有花拳绣腿的嫌疑，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必须指出一点，到目前为止，他的研究没有产生在国际数学界广泛传播的重大成果。他没有解决任何一个世界级的核心难题，也没有提出引领一个子领域的新理论或者新猜想。他的论文多是在已有框架下的精细推进，属于问题解决型的研究，而并不是理论构建型。从时间轴上来看，韦东义的学术轨迹是相当标准的IMO 的金牌获得者，顶尖大学数学系毕业，师从知名导师，获得博士学位后，然后进入学术界。他这个路径本身就说明他具备了成为优秀数学家的基础条件。那么韦东义在数学研究方面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我们需要从几个角度来看。首先是论文发表的情况。根据公开信息，韦东义在微分几何和几何分析领域已经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虽然这个数量不算特别多，但考虑到他相对年轻的年龄，这个产出也是比较正常的。数学研究不同于其他的学科，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酝酿和完善一个想法，因此你就不能简单的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它的水平。从研究方向来看，
韦东奕主要是专注于微分几何，特别是在理奇流和几何分析方面有所建树。这个领域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前沿领域之一，具有很高的一个技术门槛。能够在这个领域站稳脚跟，可以说他具备了非常扎实的数学根底，而且他的智商会非常高，否则他理解不了这些问题，更别提来解决这些问题。其次啊，就是来自于同行的评价。在数学界，同行评价呢是衡量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获得所有的内部评价啊，但从韦东奕能够在北大这样的顶尖学府获得这样的一个教职来看，他的研究能力首先是得到了比较大的认可。北大数学系的标准是相当严格的，能够留校任教的，说明他的水平啊还是相当有高度的。我们来听一下北大数学学院院长对韦东奕的评价。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稀松平常，也没有什么惊讶的事情。别人做不了，韦东奕能做，这很正常啊。他第一人很聪明，第二他很专心，就说讲数学问题。他自己生活方式比较淳朴，还是学生时代，我们也都尊重他一眼同等对待吧，该干嘛干嘛。这个现在是自媒体时代，谁都可以发声，这我们也管不了。唯一就是希望这种舆论不要影响韦东奕的工作生活，那就行了。可以听得出来，他对韦东奕确实还是亲眼相看的。我相信他对韦东奕的专注度和韦东奕的智商，那绝对是赞不绝口。首先，智商测试本身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衡量数学天才来说哈，传统的智商测试呢，主要是测量的逻辑推理、空间想象、记忆等等基础的认知能力，但数学领域的研究还需要创造力、直觉和坚持等等一些素质，这些就很难通过标准的智商测试来衡量。对，我也觉得，就是尤其像到了数学家这个层级嘛，就是他们的智商怎么能通过智商测试来体现呢？而且出这些智商测试的题，他们的智商又有多少，也是未可知的呀。但是智商毕竟是大家最能理解又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你想衡量一个数学家，首先大家普通大众的直觉就是想，他智商到底有多高？包括爱因斯坦，大家也是这么想哈。那从表现来推测啊，因为韦东奕的智商数据大家也不知道。从表现来看啊，韦东奕的认知能力肯定是极其出色的，能够在 IMO 获得金牌嘛，而且能够在顶尖大学进行前沿的数学研究，这些都需要极高的智力水平，否则你根本连题目都看不懂。如果非要给一个数字，他的智商很有可能在170以上，属于天才级别是没有问题，妥妥的啊。但是和陶哲轩相比呢，陶哲轩曾经测得说智商是220，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数字了啊。但我们要注意，这个测试是在他很小的时候进行的，而且智商测试的可靠性在极高分数以上，比如说你超过170、180以上，那个时候的那个分数段的测试是有争议的，就是结果准吗？就是180和220的差距有那么大吗？大家都知道100和140差距很大，40分，但是你说180和220有那么大差距吗？从实际表现来看呢，这两个人又都属于数学天才级别，没有问题。具体的这个数字差异就可能没有那么大差异。和爱因斯坦的比较呢，就更加困难了，因为爱因斯坦生活在智商测试普及之前的时代，我们只能从他的科学成就来推断。一般认为，爱因斯坦的智商是在160到180左右。但需要注意的是，爱因斯坦主要是理论物理学家。他的思维方式和纯数学家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智商方面的要求和需求也是不一样的。现在让我们来比较一下韦东奕和陶哲轩。陶哲轩是当代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这已经得到了公认啊。我们来客观和理性的分析一下他们俩的比较。陶哲轩是1975年出生。陶哲轩是目前全球最公认的、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嘛。澳大利亚的华裔，2岁就识字，9岁上大学，21岁拿到博士学位，31岁就得到了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这可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哈。陶哲轩不仅他智商极高，有实测的记录就显示他达到了220左右，是全球极少数能达到这个数值的人。更关键的是，他的数学能力是全面型的、系统型的，他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涵盖了泛函分析、数论、偏微分方程、组合数学、算术几何、随机矩阵理论等等多个领域，而且在多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原创性突破。他是那种能开创分支、提出新问题、建立新理论的建构者，而不是仅仅去解决已有难题的高手。陶哲轩在24岁的时候就获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正教授职位，这在数学界是极其罕见的。在31岁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菲尔兹奖，这是数学界的刚才讲了最高荣誉。而韦东奕现在32岁，他还是助理教授级别，在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啊。
韦东奕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能力非常强，但目前没有展示出陶哲轩那种制造新世界的能力。陶哲轩的论文不仅多，平均水平还非常高，合作的网络极其广泛，经常和各国顶尖数学家联合攻关。而韦东奕的研究就较为封闭，独立作战比较多，他很少在国际会议上进行发言或者参与顶尖的数学社群的讨论。这不仅影响了他在国际学界的可见度，也限制了他和最新的数学潮流的一个互动。综合来看，从研究的广度来说，陶哲轩是涉猎非常广泛，在调和分析、偏微分方程、解析数论、组合数学等等多个领域都有重大的贡献。而韦东奕目前主要就是专注于微分几何领域，研究面就相对比较窄。从技术的深度来说，陶哲轩在多个领域都达到了世界的顶尖水平，他的研究成果经常被同行广泛引用和讨论。那韦东奕在几何分析方面有一定的深度，但还没有产生轰动性的突破。如果说陶哲轩他是一位能够造船建码头、开辟新航道的总设计师，那韦东奕目前就还是一位在船上能够掌舵极稳、操作极为精确的一个优秀的领航员。也许在他的专业领域，他的数学技能并不输于陶哲轩，但在构建新世界的层面上，两者还有不少的差距，应该说不在一个层次上。你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就是一下子就让我理解的更透彻了一点。但是我们就要认识到，陶哲轩他是当代数学史上极其罕见的天才。用它作为标准来衡量其他的数学家有点不太公平哈，就像你用乔丹来衡量所有的篮球运动员就有点过于严苛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和其他的一些也比较知名的数学家在同龄阶段的一个比较。德国的彼得舒尔茨，他比韦东奕还年轻，他在26岁的时候就因为在 p-adic 几何和完美空间理论上的开创性的贡献获得了菲尔茨奖，这个数学界的最高奖。他不仅是靠解题出名，他是通过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数学对象，从而推动了整个数论与代数几何的发展。他发表的论文少，但是精，每一篇都能引发一个方向的研究浪潮。再比如俄罗斯的格里戈里，他在30多岁的时候解决了庞加莱猜想，这是近100年来三维拓扑领域的核心问题，一度被视为不可攻克。他还甚至拒绝了菲尔兹奖和100万美元的奖金，成为当代最神秘的数学传奇之一。他和韦东奕在性格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就是沉默寡言，不求名利，但在成果的震撼性和理论深度上，他无疑属于更高一级的登峰造极型的天才。由此可见，韦东奕虽然在数学上天赋极高，但目前在国际顶尖数学家中还没有进入一线阵列，他的影响力和贡献还没有达到重塑方向奠定学科基础的这种高度。那在生活自理能力上呢，就是世界上知名的这些数学家，除了韦东奕之外，是不是其他人的自理能力都挺正常的，然后个人形象也都保持得不错？大部分都是比较正常的，比如陶哲轩，我看过他的采访，他的采访中就看起来就像一个像翩翩君子也好，或者很儒雅的那么一个人，就无论从形象还是谈吐上，就是感觉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理科生。其实韦东奕也在网上引起热烈的讨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和形象有点对，大家就觉得像是一个怪人，就是有点怪才的那种感觉。对，但实际上这我觉得就是个人选择吧。就像你看普通的其他的正常的智商一般的理科生也有这样的生活习惯的，甚至也有女生非常邋遢，满屋子里都是垃圾的，我们也都见过哈。我们再来看看伟大的数学家哈，就高斯他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算术研究等等重要著作，奠定了现代数论的基础。我们熟知的数学家欧拉在30岁的时候已经在多个数学分支都有重要贡献。相比之下，韦东奕在32岁的年纪研究成果和深度和广度都是有差距的。当然了，我们要考虑到时代背景的不同，现代数学的技术门槛比18、19世纪要高得多。一个研究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掌握基础的知识，同时，现代数学的研究现在竞争也是很激烈的，获得突破性成果的难度会更大。从中国数学家的角度来看，韦东奕的表现他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和陈景润、华罗庚等等前辈相比，韦东奕在同龄阶段的表现也算是可圈可点。虽然还没有达到前辈们后来的成就，但考虑他现在的还很年轻，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韦东奕作为数学家有哪些突出的优点呢？首先，他就是解题能力超强，从他在 IMO 的表现就可以看出。韦东奕具有极强的数学直觉和解题技巧，这种能力在数学研究中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在研究过程中，你经常需要克服各种技术的难题，而且这个直觉就像拉马努金那种脑子里直接出公式的这种直觉非常重要。我刚刚还正想问你，那韦东奕和拉马努金比，你觉得谁更胜一筹？那完全没法比，拉马努金我觉得陶哲轩都比不了。
哦，因为我们之前不是看了拉马努金的电影嘛，然后也是就是牛津的教授对他好像就是惊为天人一样。他那种就属于不世出的天才，而且他自己也说嘛，是神直接在他的脑袋里去灌输入这些公式，他都不知道这些公式是怎么来的。他直接写出了3000多个公式，很多公式到现在都没有被证明。这3000多个公式有些已经被证明了，而且被证明是正确的。可以说你现在能够证明拉马努金的某个公式，都已经是一项不小的数学成就哈。我们继续说这个他的数学直觉哈，就是韦东奕的数学直觉啊，就是在他眼里很多复杂问题也是直观的、可感知的。他解题呢不靠套路，是真正看见了数学结构的那个骨架。第三就是韦东奕他的专注度很高，他左手拎一袋馒头，右手拎一瓶矿泉水瓶，然后就可以对付一顿饭，然后就可以继续投入他的数学研究，他就精力完全就放在他的研究上。这种专注精神绝对是成为优秀数学家的必要条件。数学研究就需要这种长期的深入的思考，没有足够的专注，你是很难取得突破的。你还说一会儿去接个小孩，一会儿辅导一下孩子的功课，晚上可能还得哄他睡一下，就是你精力再充沛，你再天才，你也会被这个精力和专注度被孩子给磨没了哈。那看来要维持天才的话，最好还是保持单身比较好。那也未必。陶哲轩呢也是成家立业有孩子，那可能他是取得了一个很好的平衡，也许是他的家人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哈。那第四啊，就是韦东奕啊，他是个性比较独立，他是一种内在驱动型的，就是他不是被逼着搞数学，而是发自内心那种热爱。他可以一边走路一边思考问题10几个小时，完全就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第五就是他思维还是据说比较独特。据了解韦东奕的人描述，他往往能够从独特的角度能看问题，这种创新思维对数学研究就非常重要。也许未来韦东奕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来自于他思维独特的灵光一现。当然，韦东奕他也面临一些挑战哈。首先就是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还需要提升，刚才讲过了。虽然他这个研究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但在国际数学界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就有待提高。他可能需要在更顶尖的期刊发表更多重要的成果。其次是他研究的领域的广度需要拓展，这点我觉得特别重要。专注是好事儿，但在现代数学的研究中，跨领域的交叉往往能产生重要的突破。韦东奕他是否需要考虑拓展一下他的研究领域，这可是一个非常值得他深入思考的问题。其实陶哲轩就是靠着这个跨学科领域的各种交叉研究，他开拓了新的航道，取得了重大成果，已经得到验证了这种方式哈。那过于关注某个特定方向，就可能会限制视野，适当的这个广度就有助于发现新的研究机遇。韦东奕目前的成果偏少，或许啊就跟他广度不够有一定关系。在这一点上，刚才讲陶哲轩就是做的非常极致，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就是国际交流和合作可能需要加强。现代数学研究就越来越国际化，和国外同行这种交流合作啊，对于提升研究水平非常重要。韦东奕的性格可能就让他比较拒绝这类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有利有弊吧。就像爱因斯坦，他当年也是自己独立搞出了相对论，但是如果韦东奕可以有更多的国际化交流，以他的能力和背景，数学界本来可以对他有更高的期望。第四就是缺乏原创体系的构建，当前还没有看到韦东奕啊，他有提出新理论或者新猜想的尝试，这在顶级数学家中可是一个分水岭啊。哦，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不管关心不关心数学的人都知道这个猜想。对，虽然他自己没有解决问题，但他提出了猜想，而且这个猜想非常难。在评价韦东奕这位中国最受瞩目的青年数学家的时候，除了对他的个人天赋和研究成果咱们进行分析，还有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值得咱们再探讨一下，就是他是否更像是一位竞赛型数学家，而并非一个创新型数学家。这个问题咱们不是说韦东奕水平低哈，而是指向了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就是中国高智商的天才不少，能培养出全球最强的奥数选手。你看美国的那个奥数队基本也都是华裔，但是啊，中国却很难培养出主导国际数学理论发展的原创型大师，这是为什么？客观说，这背后不仅仅是个人能力、智商的一个体现，还有这个思维模式、教育环境和学术文化的深层的影响。我们先来厘清这两个概念啊，就什么叫竞赛型的数学思维，什么叫创新型的数学思维。所谓这个竞赛型数学思维呢，是一种高度训练化、技巧化的思维模式。这个核心特征有4个，第一个就是它的技巧性和速度。在竞赛数学的题目啊，通常就限定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解决问题的效率和反应速度是至关重要的。选手需要练习大量的各种题型，形成体感啊，
迅速形成那种识别题目对应的类型，并且调动对应的技巧。这种快速的反应能力在韦东奕的身上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他曾经在采访中就说过嘛，就说有些题看几秒钟就知道解法，这不是夸张，而是真实存在的这种竞赛级的直觉。哎，你不说你也有这种能力吗？就你以前小学还有中学的时候做数学题都是不写过程直接写答案的。对，但毕竟你看小学和中学的那些题目相对要简单得多，高中的时候我就得稍微算一算了哈。但咱跟韦东奕确实还是差的不是一个量级，咱这得承认。那第二就是标准化的解题路径，绝大多数的这个竞赛题目啊，都存在一种最优解和标准解法，选手的任务就是找出这种解法，而不是发明新解法。这种思维的倾向就会长期强化按套路出牌的方式，而不是鼓励从本质上重新理解这个问题或者解构这个问题。第三就是追求确定性答案，奥数题它有标准答案，这个评判的标准非常明确，不存在模糊地带，就会让人在长期这种训练中形成一种找正确答案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到了真正的数学研究需要处理不确定性、开放性问题领域这种科技研究的时候，就可能成为心理上的一种障碍。第四，强调个人作战能力。竞赛它就是一项孤独的运动，一个人要对抗所有问题，这种习惯在研究中可不是总有效的。现代数学研究是越来越依赖合作，跨学科的这种交流和团队的攻坚变得日益的重要。相比之下，创新型数学思维的特点就可以用开放和重构来概括。第一，创新思维强调问题意识，不是说去解决已经被他人提出的问题，而是去发现并提出新的问题。在这方面，陶哲轩他可是典范。他经常就能从数学的边界地带，甚至看似无关的这个领域中捕捉到新的突破口，提出全新的研究方向。当然，这也得益于陶哲轩他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第二就是跨领域整合的能力，真正的创新常常就发生在不同领域的这个交叉点。陶哲轩就能够在调和分析、组合数学、数论和偏微分方程之间就自由的穿梭，提出整合性的方法，这就体现了他的深度和广度并重的这种思维能力。第三是要容忍不确定性，科研中的很多问题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终点，就说这个答案就是这个，也可能有是多年无解的，这需要巨大的心理的韧性和耐心。而从数学竞赛训练出来的这些数学家，往往就习惯于有解、快速这种闭环的问题。第四，概念性的思维能力。强大的数学家，他往往不仅这个解题能力强，而且能够重新定义问题。他们能够从更本质的角度来重新诠释数学的概念，从而推进整个数学的语言和体系的演化。这种能力可不是训练得来的，而是认知方式的一种深层的差异。从目前的这个韦东奕的表现来看，他的思维风格确实更偏向于这个竞赛型。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能看到这种倾向。首先就是他是偏解题导向性的思维，在公开报道和讲课的片段中可以观察到，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仍然是以技术推进为主，强调怎么做而不是为什么这么做或者换一种方式来理解。当然了，这可能是目前影像有限，我们这只是一个猜测。第二就是他的技术特长是非常突出的。韦东奕的论文大多集中在调和分析和偏微分方程领域，主要就是针对具体技术问题的一个突破，很少涉及这个概念建构或者理论范式的更新。这种技术推动型的研究在学术界也非常重要，但和这种范式变革性的贡献相比，层级不同。第三，专注于特定领域的深耕。他前面讲过嘛，从他的论文轨迹来看，他并没有像陶哲轩那样横跨多个领域，而是始终聚焦在微分几何和分析问题上。这种深而窄的这种研究路线虽然也稳定，但不利于产生具有结构性影响的跨界的创新。第四就是缺乏从零开始构建体系的案例。到目前为止，韦东奕没有提出过新的数学框架、新的命名定理，或者在某个数学理论上有根本性的改写。这和许多同龄的国际顶尖数学家的轨迹相比，确实存在明显的差距。那这是否就说明韦东奕他就是缺乏创新能力呢？当然也不一定但可以说他的成长路径更符合的是问题解决者，而并不是理论创造者这种路线。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源，如果咱们硬要深挖一下，我认为可能大概跟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对普通人和海量的工程师来说没有问题，就刷题嘛。但对于天才来说，就有点浪费天才的感觉。中国的数学教育体系从小学、初中、高中一路走过来，确实更擅长于培养这种竞赛型的工程师型的人才。这个体系的核心特征就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就第一，
标准化训练；第二，题海战术；第三，应试导向。中国教育强调分数评价、标准答案、唯一答案成为普遍的目标。这种制度性的设计会长期就塑造出顺从权威追求结果而并非过程的那种学习的态度和人才。伟东业就是这个体系的超级成功产品。你看它这个体系里，它如鱼得水赢得了最高级别的竞赛荣誉，进入了顶尖高校，迅速完成学术进阶。但这种训练大概率对他的思维方式会产生一些长远的影响。咱反观这个陶哲轩，他的成长路径就是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的产物。陶哲轩在澳大利亚出生，后来赴美国深造。他接受的教育环境强调主要就是独立思考、个性化发展和跨领域研究。在这种体系下，学生从小就被鼓励提问、质疑、试错、重构，而不是寻找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西方高校在本科阶段就大力推动研究导向的这种教育方式，学生不只是学习有用的知识，而是从年轻阶段就被引导进入未知领域面对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这种早期的研究训练对于创新能力的早期培养和思维方式非常重要。西方的学术圈也普遍鼓励学生就自由的和跨学科进行合作，就你可以跟别的学科经常来一些交流合作开会然后甚至直接就搞一些实验室的合作项目。那一个数学家就有可能自由地进入到物理、经济、计算机科学领域，尝试新的理论。那这种边界模糊的研究文化，极大推动了范式突破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化因素，就是对权威的态度。在儒家文化中，尊师重道、服从权威是一种美德。中国大陆还有一种独特的思政教育，而在西方的学术文化中，质疑、反叛、挑战是创新的起点。这种文化上的差异绝对会深刻影响两种教育模式下所产出的数学人才的类型。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杰出的数学问题解决者，是中国现行教育体系下孕育出的极端的天才个例。但如果希望中国真正出现能够引领世界数学走向的原创型的天才，教育改革和学术文化转型其实是更深层、更迫切的一个课题。对于韦东奕未来的发展从积极方面看，他还很年轻，正处于数学家的黄金年龄。许多伟大的数学发现都是在30到40岁之间做出的。韦东奕还有充足的时间来实现突破。他在微分几何领域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实现突破，就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原创性成果。同时，我们也要理性看待天才现象。作为伟大的数学家，不仅仅需要天赋，还需要坚持、机遇、思维方式等等多种因素的配合。韦东奕他是天才毫无疑问，但天才的成功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像刚才提到拉马努金这种脑子里可以直接蹦公式的真正的数学之神，即便像陶哲轩这样的天才，也需要专注、勤奋和交流之中取得真正的突破。最近也有人在讨论说，是不是大家不要再讨论韦东奕了，减少对韦东奕的一个打扰，还给他一片净土。其实无论是伪神也好，还是伪神也好，这都不是他自己关注的，也不是他自己营造的。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就不要讨论韦东奕了。我觉得像韦东奕这样的数学家有热度还是非常好的，数学家也可以成为明星一样的人物，被大家尊重崇拜，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种好现象，因为他们是通过科学技术真正改变人类命运走向的真正伟大的一群人，是会永远被载入人类历史的一群人，他们值得。本期就讲完了，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下期再会。